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和周彤结婚3年，明明感情要好，却被逼得不得不离婚，只因婆婆说我是个不下蛋的母鸡，周家有公司要继承，我无奈放手。谁知离婚第2天，我以为深爱我的周彤就搂着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回了周家。婆婆一向黑沉的脸笑成了菊花，可他们不知道，小三的孩子根本不是周彤的，不能生的，也从来不是我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真的要离婚吗？站在民政局门口，我绝望地看着周彤，试图做最后一次挽留。周彤却低下了头，不敢看我，声音里满是愧疚。对不起，听晚，你知道的，妈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低下头，眼泪无声滚落。刚进门，工作人员就精准地指挥我们到离婚办事处排队。我不由苦笑，也是，确实没有人哭丧着一张脸来结婚的。拿到离婚证后，我们沉默着站在门口，谁都没有开口说话。最后周彤叹了口气，先开了口：婉婉，对不起，我是爱你的，但是妈想抱孙子，3年了，我也得考虑下他的感受，他养我长大不容易。话落，他摸了摸我的头：婉婉，以后没有我在身边，照顾好自己。好，我哽咽着说完，怕他担心，勉强扯出一个笑来：我会好好的。周彤，你也要好好的。怕自己哭出来，我朝他挥挥手：周彤，再见。转身，在看不到的角落，我蹲在地上嚎啕大哭：周彤，老公，再见，再也不见。从未想过我和周彤会走到离婚的这一天。我们从高3开始谈恋爱，大学4年异地恋，可遥远的距离并没有冲淡我们对彼此的感情。毕业那年，我们顺利举行了婚礼，从校服到婚纱，5年恋爱终成正果。我们的同学和朋友们都羡慕不已，毕竟大学是个小社会，五光十色的生活太容易迷失自己了。许多高中关系很好的情侣到了大学，往往不到半年就会各奔东西，更何况我和周彤还是异地恋呢。我以为我们熬过了异地恋，熬过了毕业季，我们会一辈子在一起。可再好的爱情终究敌不过一个孩子。和周彤结婚3年，他一直对我很好，分担家务，记得我们的重要纪念日，出差为我带礼物。周彤做的都不错。同学聚会时，大家都羡慕我嫁对了人，我也感觉很幸福。哪怕我们生活并不总是如意的，可我一直相信我们的爱情可以克服一切。事实上，我和周彤之间最大的问题便是婆婆。结婚前还好，婚后婆婆好像就突然露出了真面目，开始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，仿佛我浑身上下就没有一处是她看得惯的。我曾以开玩笑的语气跟周彤抱怨，周彤笑着捏了捏我的鼻子说：儿子是妈妈上辈子的情人，你抢走了他的情人，他肯定有些不乐意，就跟你爸爸对我似的。妈不是个性子差的，等时间久了，他明白你的好了，你们肯定能处到一起。确实，姨婆曾说婆婆年轻时是他们家乡10里8村难得的好杏儿。我也相信日久见人心，婆婆总有一天会看到我的真心。之后不管婆婆怎么挑我刺，我都笑着应对。时间久了，婆婆好像真的不怎么针对我了，我们也能维持着面上的和平。可这种和平持续的时间并不久，结婚第2年，婆婆就开始隔3差5关心我的肚子。我觉得孩子的事情是缘分，结婚才1年不着急，就把这话如实说了。没想到我自以为推心置腹的一番话，却点燃了婆婆的怒火。
婆婆哭着跑到周彤面前诉苦，说她好心关心我，我却存心气她。明知道她想要抱孙子，还故意说一点也不着急。周彤为此两头着急上火，最后是我心疼老公，主动低头道歉，这事才了结。可这仅仅只是开始，不是结束。之后婆婆一直逼着我去看医生，喝各种没有科学依据的偏方。为了周彤，我能忍的尽量都忍了。在1年前，她逼我喝烧成灰的符纸水时，我实在忍不住爆发了。因为喝那些奇怪的药，我被恶心的整天吃不下饭。可周彤说婆婆也是好心，让我忍一忍，但忍的结果却是一次比一次过分。现在竟然换成了符水，我再也忍不了了，与婆婆大吵一架。那之后，婆婆躲在房间哭了许久。第2天出来时，她已经很平静，还笑着与我打招呼。看着她这样，我又感觉有些愧疚，便告诉她我会去多看医生的。我以为这是我们各退一步，达成了短暂的和平，可没想到婆婆只是偷偷隐藏起了怒火，而怒火越积越多，终有爆发的一天。婆婆的爆发在一个很平常的日子，老家的姨婆带着儿媳妇来了家里，连同一个3岁的小孙子。婆婆和姨婆在客厅里聊天，我在厨房忙着做饭，切好水果端到客厅后，我才想起来没有拿小叉子，转身拿几个小叉子的功夫，我听到婆婆用不屑的语气说：“再贤惠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个不下蛋的母鸡。”我当时就躲到了厨房里，那顿饭也是哭着做完的。吃完后，我收拾碗筷，婆婆和姨婆在客厅里嗑着瓜子聊家常。当我收拾完，一身疲劳地回房间想休息片刻时，却发现放在梳妆台上的口红和化妆品摔了一地，碎的碎，烂的烂。妈！无力感涌上心头，我满腔怒火地跑到客厅，谁动了我房间的化妆品，全烂了。客厅里，姨婆和婆婆面面相觑。一会儿后，姨婆才不甚有诚意地说了一句：“哎呦，估计是浩浩不小心搞的，真是不好意思了，婉婉，我回去就打他。行了，不就是几支口红吗？让周彤再给你买几支不就得了？这可是你亲姨婆，那么小气干嘛？”婆婆有些不满我在客人面前发脾气，几支口红，还有粉饼、香水、粉底液、防晒，玻璃瓶子碎了一地，这不是几支口红的事，好些都是别人送。行了，别再说了，来我们家3年了，怎么还那么小家子气？谁让你自己不收好的？再说你的化妆品不还是用的周彤的钱买的，那么斤斤计较干嘛？婆婆不耐烦地打断我，偏偏这时姨婆站起身来，拉着孙子作势要走。哎呦，大姐你家我是不敢待了，下次也不来了，以后你还是去我家玩吧。我们家那些破铜烂铁没那么金贵，不怕摔。话里话外无疑在讽刺我，一时间难以言喻的委屈涌上心头。尤其是看到熊孩子手里的结婚戒指时，我终于忍不住拽住熊孩子的胳膊。浩浩调皮就算了，拿走我和周彤的结婚钻戒不合适吧？妈，你难道连这个8万的戒指也要大方地送给浩浩？说完，我看向婆婆，这次她没有说话。哎，你说说你啥时候学的人家眼皮子浅？姨婆打了浩浩的手一下，从浩浩手里夺下戒指，扔在沙发上，就夺门而出。姨婆走后，婆婆什么也没说，只把自己卧室的门关得砰砰作响。其实一切在此时早有预兆，只有我天真的以为自己受点委屈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晚上，周彤刚回来，婆婆就将她叫去了自己卧室。出来后，周彤对着我欲言又止，我以为她是想让我道歉，
想到白天一地的玻璃碎片，我指着垃圾桶里的狼藉向他诉委屈：老公，我之前囤的好些化妆品都碎了，你买的，还有我爸妈闺蜜买的。周彤听了叹了口气：婉婉，你受委屈了，这样下去也不行，要不我们离婚吧？什么？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忙抬起头来。周彤，你刚刚说要干什么？周彤闭了闭眼，再次开口：听完，离婚吧。就因为今天这点小事，你就要跟我离婚？我哽咽着问，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。不止这些，其实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你不能生。婉婉，妈跟你生气也是因为这些，对不起。这样下去你和妈都很累，我也很累，离婚才是最好的结局。她痛苦地抓着自己的头发，似乎就只是白天熊孩子的一遭，我们看似幸福的婚姻就走向了悲剧结尾，又好像不只是这些。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，只是突然变得很迷茫。那晚之后，周彤没有再回来睡，婆婆每次看见我都是翻白眼，冷哼着叫我这只不下蛋的母鸡不要再缠着她儿子。我做的菜她都会倒掉。1个月冷静期后，我和周彤去了民政局。走到一起成功结婚不容易，可离婚却好像只需要几分钟的功夫。收拾东西离开周家的第2天，整理东西时，我发现自己拿错了戒指。盒子里闺蜜送我的情侣对戒变成了原本应该归还周彤的结婚钻戒。离婚了就不该留着了，何况闺蜜送的对戒还在周家。我打算再去周家一趟，却没想到这一趟险些毁了我的3观。我到周家楼下时，昨天还说不舍我的周彤正贴心地为后座的女人打开车门。紧接着，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不到1岁的娃娃下来，随后周彤搂着女人的腰，亲密地说笑着往电梯方向走。那一刻，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感觉。我似乎并不想哭，而是静静地跟了上去。我坐着另一个电梯上了18楼，看着红色的数字不断上升，我的心口突然砰砰砰地跳起来。那一刻，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希望看到的是真的，还是不是真的。叮咚，电梯门终于还是开了。我走出电梯门，拐过熟悉的拐角，大门快要到了。婆婆正抱着那个小娃娃亲热着，老脸笑成了菊花。哎呦，奶奶的大孙子哎，可想死奶奶了，终于可以天天见到你了。咚的一声，心上的石头终于落了地，就是砸得有点疼。我走到门口时，周彤的手还揽在年轻女人腰上，看到我后噌的一下放了下来。我觉得此时我该笑，就是有点笑不出来。婆婆见到我笑成菊花的脸立马黑了几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和周彤早就没有关系了，我们周家不欢迎你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们和小三以及私生子团聚了。我扯了扯嘴角，但是我闺蜜送给我的戒指被我当成结婚戒指拿走了，挺晦气的，我来换回来。婉婉你。周彤抬起头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仿佛在说我怎么会变得这么刻薄，怎么说话呢？周彤，你看看他，结婚时我就说过他教养不好，还好你们离婚了。婆婆一脸庆幸，比不上您家的教养。第1天和儿媳妇离婚，第2天就领着小3和1岁的孙子上门。对就对，谁怕谁？行了，周听完，你怎么能这么和我妈说话？周彤紧紧蹙着眉毛，我知道你爱我，但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我现在和云云在一起，以后不要再找借口来周家了。哦，一瞬间，我险些吐了出来。好受些后，我翻出包里的结婚戒指，扔到她脚边。再说一遍，我是来拿闺蜜送我的戒指的。我对出轨的渣男没什么兴趣。
怎么非让我打个官司，起诉你婚内出轨，好分点财产给我吗？离婚的时候，为了不让婆婆陈美香瞧不起我，除了自己的嫁妆，没拿他们家一分钱。现在只觉得当初的自己真是傻。很显然，周彤早就出轨了，甚至怕我分财产，以我不孕为借口逼我离了婚。周彤和他妈果然是会破的，不过没关系，不能生的还不知道是谁呢。结婚第2年开始，婆婆就逼着我做各种检查，在检查不出任何问题后，又开始逼着我吃各种偏方。也怪我傻，相信他们是为我好，其实真要是检查出问题，恐怕别说3年了，检查报告出来的当晚我就得被离婚了。各种治疗和偏方都尝试了遍后，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周彤的问题。之前我一直被婆婆影响，陷入了误区，还是跟闺蜜乔乔诉苦时，她提了一嘴，谁说不能生孩子一定是女人的问题，我才若有所悟。但是怕伤害周彤的自尊心，我硬是拖到每年的家庭常规体检时间，才拜托医生这次把该查的项目都查了个遍。算算时间，报告应该早就出来了，只是最近被离婚的事情所困扰，根本没想起来这回事而已。这下我终于有时间去拿报告了。打开报告，上面的结果并不惊讶，周彤患有严重的无精症，根本不可能让女人怀孕。想到陈美香抱着孙子亲香的样子，我内心有些畅快。明面上，我红着眼睛求医生不要把这事说出去，说我老公自尊心强，千万要瞒着他。医生感动地点点头，说病人的病情本来就属于隐私，这是他们的义务。还说我是个好妻子，不仅不因为这个和丈夫离婚，还愿意帮他隐瞒。我只是佯装坚强的苦笑，等到出了医院，我才敢畅快的大笑。这3年来，我被陈美香逼着看了多少医生，吃了多少难吃的偏方，遭了外人多少嘲笑啊！这一切本来是周彤应该承受的，我替他背了3年的黑锅，整整3年啊！这黑锅我绝不能白背。闺蜜乔乔听说我的事情后，气愤不已。我们约好一起喝下午茶，商量讨回公道的点子。谁知这茶还没喝上，就先撞见了陈美香和小三。看见我，她冷哼了一声：“晦气，怎么在哪都能看见你？”我正准备说话，却注意到乔乔翻了个白眼后，一直盯着小三怀里的孩子看，这可不像他机关枪的作风。我于是沉默着等他放大招。果然，乔乔盯了小三的孩子一会儿后，叹了口气道：“陈大妈呀，这有件事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周听完，你朋友果然和你一样没教养。”一声大妈将婆婆气得瞪大了眼。小三在一旁拍着她的背安慰：“哎呀妈，她估计不能生变态了，你跟她计较干嘛？”闺蜜乔乔这时又叹了口气：“哎，算了，看在你们和听听的关系上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您这孩子啊，可一点都不像周彤。”她又叹了口气：“当然，这只是我作为医学生的一点建议哈，主要是我才学完遗传学，书上的例子就跟您这个有点像。不过你们信不信的无所谓，亲孙子也好，领养的孙子也好，都是孙子嘛，对吧？哈哈哈哈哈！你……”婆婆被气得翻白眼，小三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竟然没有反驳。走嘞，听听，我带你去挑2顶绿帽子。乔乔说着，拉着我就跑远。扑哧，我还是没忍住笑出声来，朝乔乔竖起个大拇指。话说，你真的能看出来这孩子不是亲生的呀？神了！我发出赞叹，乔乔却翻了个白眼。当然是主的，你当我的眼睛是亲子鉴定机呀？
不是你说他不能生的吗？那这孩子还能是他的？也是，乔乔出马，一个顶俩。想着陈美香刚刚的黑脸，我感觉今晚能下3碗饭。听到没？你就按我说的做。乔乔临走时拍了拍的我肩膀，叮嘱：咱就是说，不能让渣男太痛快，钝刀子磨肉最疼。果然啊，闺蜜才是最能消愁的良药。之后的几天，我请了一个私家侦探帮忙盯着小三林云云，重点就是查她这2年跟谁有往来。这些没查出来之前，私家侦探就告诉我，这阵子也有一个人在偷偷跟着林云云，不过跟踪手法拙劣得很。看着私家侦探贴心发过来的照片，我嘴里的水差点喷出来。照片上鬼鬼祟祟的人，赫然是前婆婆陈美香。显然，闺蜜乔乔在商场那番话没白说，陈美香竟然真的起了疑心。这个看似幸福的一家3口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幸福呢。幸好离婚第3天，周彤就和小三林云云结了婚，不然这是多没有意思。私家侦探那边用了不到1个月，就查到了林云云前几年的情况以及她和周彤的认识经过。林云云原是一个大学生，大2时不知是恋爱脑发作还是怎么，突然就爱上了校外的小混混，还为了小混混堕胎辍学，与家里人决裂。至于他与周彤的相遇，也简单得很。周彤一次开车不小心刮蹭了他，2人一来一往就加了微信，不到2个月就滚到一起去了。而那个时候，我和他结婚才1年半，现在那个孩子已经8个月了。不过搞笑的是，这孩子并不是周彤的，而是林云云的混混男友的。林云云和周彤在一起时，一直和混混男友有联系。林云云之前找了好几个对象，才找到周彤这么个肯娶她的冤大头。她和混混甚至有自己的计划，结婚后1年后就离婚，随便抓点周彤的错误或是把柄，多分财产。这1年再多从陈美香以及周彤手里扣点东西，等钱拿到手后，再带着自己的儿子远走高飞。看着2人这么完美的计划，我实在不忍心打断，于是我决定暂缓自己的计划，先选择旁观。林云云那边，我请私家侦探帮忙，暂时抹除了疑点。陈美香最后什么也没查到，只得收手。接着不到1年，林云云就以周彤出轨为由要求离婚，并且要300万现金和1套房子补偿。当然，周彤不知道，那个出轨的对象其实是林云云安排的。300万估计是周彤小公司全部的流动资金了，再加上1套200多万的房子，差不多500万。这么多钱，周彤和陈美香自然不想给，但陈美香可不像我当初那么好说话，直接放狠话，不给的话就起诉法院，并且要把周彤和小三的亲密照片贴满公司以及发上网。他们这种文明人向来最怕别人耍横的。最后，陈美香和周彤只好不甘愿地答应了林云云的要求。陈美香和周彤的条件是把大孙子程程留下来，林云云倒是很爽快地应了。钱款和房子过户后，2人火速领了离婚证。民政局旁边，周彤又想像当初一样再上演一出情深似海的琼瑶戏，可惜林云云没给他这个机会，挽着自己强壮的混混男友挤开他就走了。瞧瞧，果真是因果轮回，报应不爽。当然，这还远远不够，我匿名寄给前婆婆陈美香的资料应该也到了。周彤气愤地赶回家时，只看到晕倒的亲妈和一地照片，风风火火给亲妈打了120后，
周彤才有时间坐下来捋一捋自己头上的绿帽子。没想到这一看是从头绿到尾，不仅是戴了顶绿帽子，还用自己的钱养了奸夫2年多。继亲妈晕倒后，周彤也成功把自己气晕倒了。好在这次在医院倒是省了叫救护车。当初的侦探是个人才，汇报这些消息时说得活灵活现，让人如同身临其境。乔乔听了差点没笑晕，不愧是当初凌晨3点还在奋战图书馆复习的听听啊，干得真不错。我也笑，我对自己狠，对别人只会更狠。我可以为了爱情忍耐，但当我发现那些只是铺时，不好意思，我会加倍奉还。话说，给陈美香的信封里没放孩子的消息吧？当然没有。我们对视一眼，果然，大家都是恶趣味的人，吃瓜还是要一层层吃才爽。周彤和陈美香在医院住了好几天，终于好了些出院。等回到家，却发现自己的大孙子没影了。陈美香焦急地寻找了一整天，快要报警时，才发现大孙子就在林云云手里，气得就要扑上去厮打林云云。滚开，老妖婆，老娘早就受够你了！林云云这一推，直接将陈美香推得瘫在地上，扶着腰哀嚎：行了，别装了，死老太婆，你眼睛是真瞎！我儿子哪点像周彤那个蠢货？你看清楚了，程程根本不是你周家的种，他是我和大壮哥的儿子，以后别再来骚扰我。林云云呸的一声，将口香糖吐在陈美香旁边的地上，转身走了。陈美香惊闻噩耗，躺在地上绝望的嚎啕大哭，周围人愣是因为她的癫狂状态没敢上去扶。我看够了笑话后，才假装路过，佯装关心地上前扶起她。妈，陈阿姨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哎呦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去医院的路上，陈美香什么也不肯说，来来回回就是这几句。我低下头掩去嘴角的笑意。命苦，真正苦的还在后头呢。将她送到医院挂了急诊，一番折腾后，她仿佛才终于想起来问我：听晚了，你刚刚怎么在那？自然是为了看你笑话，特意等在那的。当然，这话不能说出来。我笑了笑，是在那附近找了个工作呢。不过陈阿姨，你怎么跑到那边去了？您孙子呢？哎，没事没事，就去那溜溜。陈美香身子一僵，她素来好面子，自然是巴不得瞒得紧紧的。她索性直接换了个话题，那边附近都是办公大楼，你工作不错呀。说着又叹了口气。我只装作看不见。很快周彤赶来，复杂的看了我一眼后，才坐到陈美香身边。我连忙起身告辞，走到窗户那时，我听到陈美香哭着说：还是听完好啊，要不是他，你妈我今天差点就要被林云云打死了。我嗤笑一声，只觉得讽刺无比。有些人就是贱。周彤再找来时，我并不意外。小区楼下，他拿着一束花靠在自己的卡宴旁，一身西装的他看起来倒是有几分人模狗样的。路过的大妈和小姑娘都有些蠢蠢欲动，只有我知道这人面皮下的内里有多恶心。我知道他是想重现当年校园的追求场景，那时他也是拿着一束花站在我宿舍楼下。可我再也没有当初的感觉，只觉得他又油又恶心。凭什么背叛之后，还觉得买束花我就会轻而易举原谅他？恶心！想到这里，我立马叫了个闪送，没别的要求，骑手一定要帅，帅到可以帮我打脸前夫。想了想，我又加了条备注：事成之后，依据打脸程度额外加赠200至600元的奖金。我原本以为这个奇葩单子没那么快被接，
准备多下几个平台时，发现订单竟然已经被秒接了。10分钟后，穿着蓝色工作服的高大身影敲响了门。你好，我是闪送接单人员，声音还挺好听。我循着声音往上看，闪送小哥清秀的眉眼映入眼帘。至于嘴巴吗？戴着口罩，啥也看不见。个子挺高，比周彤估计还要高个5公分，挺好。核对好订单后，我将之前还没来得及扔的周彤的衣服递给小哥，并将这次的要求一一告知。闪送小哥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没问题。打击前男友吗？我是专业的。从小哥的絮叨中，我得知他是研究生兼职，靠着不错的样貌，平时平台上这些奇怪的单子都是他来接，堪称打击前任专业户。等到小哥换好衣服出来时，我眼前一亮，不愧是专业的，这张脸实在是太得天独厚了。柔和的眉，清澈的眼，高挺的鼻梁，厚薄适中的唇，每一样都刚刚好。得嘞，这次赚了。我挽着他的手，他搂着我的腰，我们2人相携着从电梯走出去。见到我，周彤下意识想扯出一个笑脸，却在看到我身边的人时，脸色变得有些难看。婉婉，他是谁？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个弟弟？哦，新交的男朋友。我淡淡开口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们离婚才不到1年啊。周彤一脸伤心，仿佛被伤到了。瞧着路过的几个阿姨探头探脑、佯装运动的样子，我笑，比不得你。离婚第2天就让小三带着8个月大的孩子登堂入室。旁边的大妈听了这句话，啧啧出声，在我们望过去时，又假装看天看地。婉婉，我和他早就离婚了。我们……周彤的话很快被我身边的闪送帅哥打断。姐姐，这就是你前夫啊？我看也不怎么样嘛。闪送帅哥是懂绿茶的，将周彤浑身上下扫了一遍后，啧啧出声。幸好姐姐你和他离婚了。说着，闪送帅哥轻轻拍了拍我的头，示意我靠在他怀里。姐姐昨天睡得晚，靠我怀里再睡会儿。那声音温柔的可以滴出水来。你，周听晚，周彤的脸黢黑的。走吧，姐姐不是说要给我买领带？闪送帅哥目不斜视，揽着我，擦着他的肩膀走了。不愧是专业的。走远后，我朝着闪送帅哥竖起一个大拇指，并当面打赏了600奖金。在我道谢时，他突然问我以后还有没有类似需求，说加个微信方便点，有需要直接跟他微信说，还能省中介费。我想想也是啊，下一步该干嘛呢？我看着包里的体检报告，大手一挥，直接打印了100份，其中1份寄给周彤的总裁办公室，备注机密文件，请勿私拆。另外的99份，1份寄给前婆婆陈美香，另外的全部批量打包寄给周彤公司的员工，争取人手1份。我还特意叮嘱后面的99份要晚半个小时派送，毕竟总要给周彤留点恐慌的时间嘛。事实上，根据不知名人士透露，当天的情况确实如我所料的刺激，且刺激的过头了。周彤收到了一个匿名文件后没在意，小助理发现后单独拿给他，他正好在忙，就交代小助理先拆开。无经证，这是他能看的吗？小助理嘴巴张成了一个 O 字，手上的文件啪嗒一声掉在地上。恰好这时合作方进来，好心帮忙捡起了掉在地上的文件。于是乎，不到1天，周和公司大老板周彤不孕不育的消息变风一般在公司传遍了。周彤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据说那天的合作是谈成了，
只是原本该志得意满的老板周彤，全程却是铁青着脸的。只要周彤一出门，就会迎来全体员工的偷瞄和指指点点，再加上心理作用，他总觉得无时无刻都有人在嘲笑他。他在公司发了一顿脾气后，这种情况似乎有所好转。可人嘛，是有逆反心理的，你越是不让他说，他偏要说。尤其是老板的风流韵事，大家明面上不讨论了，暗地里却打起了眉眼官司。周彤受不住大家的目光，只好减少去公司的次数。每一次上班，都感觉脸皮像活生生被剥下来一般。再说陈美香拿到儿子的体检报告后，哭得跟天塌了似的，最后一口气没喘上来，眼前一黑晕了过去，被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脑出血。好在送来的及时，没什么大问题，但是身体却不如从前那么灵活了。出院后，陈美香不甘心，又带着周彤去了好多权威医院检查，却统一都是一个结果，没治。一个没忍住，陈美香又昏了过去。而他的好儿子周彤只给他请了一个护工，开始躲在房间里日日酗起酒来。1年后，我大着肚子和周彤在医院门口相遇。原本一向精致的他看起来十分沧桑，脸颊浮肿，眼睑青黑，毛孔显得格外粗大。你，老婆，你慢点，等我扶着你。百晨小跑上来，一手抚着我的腰，另一只大手护住我的肚子。很好，不愧是当初的闪送打击前任专业户，根本不给渣男前夫说话的机会。周彤的双眸里满是不可置信。听完，你怀孕了？对呀，7个月了，等孩子生了，请你喝满月酒哈。我客气的寒暄，如同一个只见过几面的陌生人。老婆，快走吧，快要到你产检了。百晨小心翼翼地扶着我走远，身后周彤脸色惨白一片，只痴痴地望着我远去的背影，如同丢了魂一样。男人啊，就是不知道珍惜。走到拐角后，看着我扯出肚子里塞的棉花，百晨不由感叹。不过百晨话锋一转，我和你那个前夫渣男是不一样的。周小姐要不要考虑把我从兼职转为长期工，免发工资，还上交每月工资卡哦。我只是笑，没有说话。见我不说话，百晨又说，我妈说了，百姓和周姓最配了，肯定能结秦晋之好。周小姐给个机会呗。周彤当初追我的时候也挺认真的，还说过我们都姓周，是天定的一家人。可现在呢？好吧，不过我一定还会再回来的。看着百晨一边依依不舍地走远，一边给自己加油打气的样子，我笑了。我不会因为一场失败的婚姻因噎废食，但也不再是曾经那个什么都轻信的单纯小姑娘了。年少时论心不论迹，年长时论迹不论心，爱情同样如此。看着他走远，我掏出手机，小叶子，周彤那边感谢你帮忙了，今后你随意吧，如果有需要我推荐你去我朋友那儿。哦，忘了说，小叶子名叫叶林，叶林是周彤办公室的小助理，也是我多年前资助的贫困生。周彤番外第一次见到听晚是在高2，那时我们刚分完文理班，班主任组织大家轮流上台自我介绍，教室里很是热闹。轮到听晚上台时，他那清冷好听的声音却让教室里不自觉安静了下来。他如同秋水一般清亮的双眸，似乎同样有着让人安静下来的魔力，无论看向谁都带着满满的真诚。周听晚，我在心里默念他的名字，真好听，而且和我一个姓。从此我开始留意他，直到有一天，
我发现我的视线开始不由自主地围绕着听晚转悠。我知道，我栽了。高2结束，高3会再根据期末考情况分精英班。我很害怕自己不能再和他同班，冲动之下，我红着脸和他表了白。忐忑间，我听到很轻很轻，但带着羞涩的一声“好”。那一刻，我真的感觉自己好幸福。原来我喜欢的姑娘其实也在留意着我。高3开学时，我第一时间去分班表上找我和她的名字。幸好我们还在一个班，只不过我在末尾，她在榜首。我们悄悄地瞒着所有人，进行着一段甜蜜的地下恋。听晚说，我应该好好学习，如果因此成绩下降，他会很生气。他说，希望我们将来可以在一所学校。因此，我们谈了1年的恋爱。好不容易拥有的周日闲暇时光，却大多是在教室的角落里刷题度过。那时候，每收到一张他写着答题思路的纸，对我来说都像收到情书一样甜蜜。每一次不经意间的对视，都能让我心口砰砰跳个不停。在他的帮助下，我成功在当年的高考中杀出重围。原本中等的成绩却一跃而上，成了年级第3名。我妈高兴坏了，却瞒着我偷偷改了我的志愿，为我填了她认为最有前景的学校的金融专业。在见面时，我愧疚的不敢看听晚，可她却笑着安慰我：“周彤，我相信你。”那一刻，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拥有了全世界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们成功举行了婚礼，恋爱5年终成正果。许多同学和朋友都羡慕我们这对从校服到婚纱的神仙眷侣。在婚礼上，我凑在他耳边说：“听晚，咱们都姓周，何该是命中注定的一家人？”那一刻，他真的笑得好幸福。我以为我们自此迈入了幸福的殿堂，可没想到婚后的日子却并不如我想象中的快乐。听晚和我妈总是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矛盾，我两边调和次数多了，总觉得心累。好在听晚体谅我的不容易，每次总是先向我妈低头道歉。我想，大抵就如女儿上辈子是父亲的情人一样，儿子上辈子也是妈妈的情人。我妈一定是一开始适应不了，没有发现听晚的好，慢慢都会好的。果然，之后的大半年，我妈很少再向我抱怨听晚，一家人坐在一起也能和睦地聊天。可这样的日子没有过多久，平静就被打破。我妈一直想要抱孙子，可结婚快1年了，听晚还没怀上。妈可能是说话的语气急了些，听晚就和他吵了起来，还说气话自己一点也不急。当晚，妈妈靠在沙发上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抱怨着父亲走后自己的不容易。那是我第一次有些埋怨听晚，明明妈年纪大了，听晚为什么不能让着点她呢？孩子，孩子，这从此成了我们之间的魔咒。听晚看了许多家医生，都查不出问题，喝了很多偏方也不见效，脸色反而一日比一日差。妈只要一有时间，就在我耳边唠叨要抱孙子的事情，埋怨听晚没用，让我烦不胜烦。那段时间，我从前觉得温馨无比的家庭，却仿佛成了一个烦恼窟。我只能借口加班少回家一些。妈越来越过分，竟然生出了让我找外头女人生孩子抱回来的念头，被我严词拒绝了。我爱听晚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我绝不能背叛她。下意识的，我在听晚面前隐瞒了这件事，害怕她因此和妈吵得更狠。最后还是听晚先低了头，这个家维持着面上的和平，只是我总觉得有些窒息。我爱听晚，却害怕回到那个家，
因此当林云云与我搭讪要我微信时，我鬼使神差地同意了。我告诉他，如果有什么后遗症问题，我会赔付的。后来我和林云云的交集越来越多，与听婉的沉静自信不同，她的身上有着一股听婉所没有的那种朝气和活泼，格外的吸引人眼球。逐渐的，我发现自己已经挪不开放在林云云身上的目光。一次酒后，林云云接着酒意向我表白，在她猝不及防吻了上来时，我没有躲开，就放纵一次吧，我告诉自己。那之后，我开始躲着林云云，我害怕听婉知道后会对我失望，可我没想到林云云会怀孕。她说她怀了我的孩子，那一刻我有些懵，内心深处隐隐还有一丝喜悦，毕竟我妈催得实在太急了。这下我有了孩子，我想等到孩子生下来，将他抱给听婉养也不错，到时候这孩子就算是我们收养的，一切都很顺利。随着孩子一点点长大，看着林云云高高隆起的肚子，我内心的负罪感越来越少，取而代之的是对自己血脉的期待。可惜我在一次争吵中说漏了嘴，被我妈知道了。她得知有自己的孙子后，高兴得不行。那之后，她偷偷去看过林云云几次，每次都很开心，脸上的皱纹也仿佛舒展开了许多。那时候，我又恍惚觉得自己有些对不起妈妈，毕竟她这么大年纪了，也只是想要抱个孙子而已。林云云生下孩子后，我妈更是高兴得不行，给她请了好几个护工伺候，每天还会炖鸡汤送过去。与此相反的是妈对听婉的态度，他们俩的矛盾似乎越来越多了，凑在一起天天吵架。我帮了听婉，我妈会伤心；若是我帮我妈，听婉又说自己委屈。这一切都让我烦不胜烦。我甚至开始顺着我妈的思路去想，这一切难道不都是该怪听婉生不了孩子吗？因此，当林云云不愿意把孩子抱给我们，而是要求和我结婚，给孩子一个家时，我沉默许久后，顺从了我妈的意见。对不起，婉婉，我妈太想抱孙子了。我按照我妈说的，顺理成章，在一次矛盾后提出了离婚。那晚，听婉侧躺在床上默默哭泣，我很心疼，却只能在心里说声对不起。终于，我们如我妈所愿，成功离了婚。当晚，我妈就催我将林云云和程程带回来，毕竟晚一天上户口就可能多一丝麻烦。看着妈妈期盼的眼神，我终是低头答应。第二天，我将林云云和程程带回了家，但我没想到会在门口撞见回来拿东西的听婉。那一刻，我有些慌张地放开了林云云。我知道我还是爱着听婉的，可孩子终究成为了我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。我没想到听婉会对着我妈一顿讽刺，生气的同时，我又有些窃喜。听婉这么愤怒，是不是说明她还喜欢我呢？是了，离婚那天，她是那样不舍。或许我和林云云很快就领了证，听婉的一切痕迹都从房间里消失。我虽然不那么爱林云云，但婚后的家庭生活确实和谐了许多。我想，有妻有子的生活一直这样过下去也不错。但是我没想到我会被林云云抓到出轨，关键这次我真的是冤枉的。可我百口莫辩，在孩子的威胁下，最后不得不分给林云云一小半财产。如此也好，或许我可以追回听婉，我们一家三口。可我没来得及行动，就得知这一切都是骗局。原来林云云那个贱人早就出轨了，用我的钱养了奸夫整整2年多，还将妈气进了医院。我愤怒不已，雪上加霜的是，
这时我妈才得知，一直精心养着的程程也不是我的亲生儿子。再次被林云云推倒受伤，我妈绝望之时，是听婉不计较地将我妈送到了医院。我真的很感激听婉，感激她不计前嫌，感激她喜欢我。我终于下决心追回听婉，可她身边却有了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。我突然很害怕，怕自己会失去那么好的听婉。后来我收到匿名信，全公司都知道了我不孕不育的真相，妈被打击得一病不起，我也终日被流言所扰，无脸见人。世界好像彻底抛弃了我，每一个人都在嘲笑着我的无能。黑夜寂静，我总是格外的想听婉，若是他在，他一定不会嫌弃我吧。医生那里，他明明早就知道真相，却为了我的自尊心恳求医生帮我瞒着。他那么好，我却失去了他。眼泪顺着眼角滑落，那一刻，我只想用酒精来麻痹自己。我后悔了，真的后悔了。1年后，公司的情况岌岌可危，我不得不出来坐镇。去医院看望我妈时，我遇到了听婉，她挺着大肚子，之前的那个男人陪着她做产检，他们看起来真的很甜蜜。痴痴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我知道我再也没有机会和他在一起了。多么讽刺，我爱的人却怀了别人的孩子，孩子，爱人，我在乎的一切最终都一无所有。或许这就是上天对我出轨的惩罚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